各位朋友，大家好！相信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三国时期。当时匈奴的一位使者来参见魏王曹操。曹操自嫌行陋不足以雄远国，他就找了自己的一位下属，此人姓崔，名衍，来自于清河崔氏。崔衍长得很帅。史书上记载说他是体态雄伟，面貌英俊，而且还有五缕的4尺长髯飘洒胸前。在当时来说，这绝对是1等1的美男子。曹操让崔衍坐在正座，自己呢就扮作一个侍卫，拿着一把大刀立在旁边。匈奴使者拜见完了由崔衍扮演的曹操以后，曹操就派了一个手下去问这位匈奴使者，说他对魏王的感觉如何。这位匈奴使者说，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真英雄也。魏王曹操知道了匈奴使者如是说以后，就派人追杀过去，杀了匈奴使者。这个故事呢，我相信大家不会觉得陌生。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先说这个故事的出处，这个故事出自于《世说新语》，这是一本在南北朝刘宋时期由刘裕的侄子刘义庆组织他的门客和一些知识分子集体编纂而成的这部笔记体小说，其中记录了很多公侯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这些人都是确有其人，但是这些故事有的真，有的假。就这个故事而言，我觉得很可能也是一个段子。首先呀，当时的匈奴应该指的就是南匈奴，因为北匈奴已经在东汉年间被窦宪打跑了。南匈奴的势力呢，并没有那么大，并没有大到能够使得曹操如此的谨小慎微的程度。而且在历史上，曹操可以说是彻底收服了南匈奴。他把南匈奴分成了5部，把南匈奴的大单于都扣在了自己的兵营里。虽然南匈奴开始的时候呢，折腾了一阵子，那时候呢还抢走了蔡文姬，这个呢在我以前的视频中有所提到，但是后来就已经被彻底收服了。在曹操心里，南匈奴并不是他的一个大敌。再说了，最后还杀了匈奴的使者，这个在外交上的恶劣影响肯定要比自己亲自出面接见要大得多。另外啊，可能还有一些朋友会有所疑惑，就是曹操真的有那么丑吗？在历史记载中呢，曹操长得确实是挺抱歉的。史书记载，曹操是姿貌短小，平目。平目呢，指的就是眯缝眼，就是那种他如果不告诉你，你都不知道他在睁着眼睛的那种样子。曹操的个头不高，身高乍称7尺，在东汉的时候，1尺等于23厘米，那么7尺呢，也就是1.62米左右。这还是往高了说，很可能是不到1.6米。所以如果曹操真的行刺过董卓的话，那他肯定主要攻击的是董卓的下三路。好在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曹操刺董卓这回事儿，而那位代替曹操的崔琰出自于名门清河崔氏，是当时大儒郑玄的高族，无论是外表还是气质，那都可以说是人中之龙。特别是那胸前飘洒的4尺长髯，更增添了一分仙风道骨。崔琰个子高，所以呢有这4尺长髯显得很好看。这副4尺长髯如果放在了曹操的脸上，以曹操的身高，这把胡子就盖住脚面了，走路都得趟着胡子走，弄不好还得摔一跤。曹操虽然长得不好看，但是一代雄主的气质那拿捏的可是死死的，无论是胸襟、学识各方面，他都可以说是人中翘楚。而那位美男子崔琰虽然曾经得到过曹操的重用，但最后还是被曹操杀了。所以说，对于一个男人来说，长得怎么样其实并不是特别重要，关键的是什么可能各有说法，但肯定不是外貌。曹操虽然杀了崔琰，但是呢还依然重用崔琰的族人。
崔琰所代表的清河崔氏，也就是从曹魏时期起开始发展壮大起来。等到了南北朝时期，已经成为了中原数一数二的大族。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聊聊这个清河崔氏。清河崔氏往上面说是姜子牙的直系后人。最早开创清河崔氏辉煌历程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崔琰，而到了南北朝北魏时期，清河崔氏发展达到了顶峰，甚至于北魏朝魏这个国号都是由清河崔氏的崔洪、崔玄伯提议改的。鲜卑拓跋家建立的这个政权以前是有国号的，国号叫代，是当时五胡16国中的一个小国。后来他被前秦苻坚所灭。前秦苻坚淝水之战失败以后呢，拓跋圭又带领着族人复国。复国以后又灭了南燕，势力呢明显比以前大了很多。这时候拓跋圭的眼光就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一隅之地了，他想称霸中原，所以他就不想叫代国。他本来想继承汉之类的国名，但是当时崔洪觉得呢，可能拓跋圭想的太多了。你们前几年还在草原上骑马射兔子呢，现在你就要称霸中原，有点不切实际。所以呢，他就建议，不然咱们就取名为魏吧。咱们呢，在山西这地方本来以前也是魏地，而且曹魏政权称霸中原北方，咱们继承他的国号也不丢人。拓跋圭觉得崔洪说的有理，毕竟曹魏在游牧民族心目中的地位很崇高。草原的民族呢，崇尚强者。曹操灭了拓跋鲜卑的远房亲戚乌桓，乌桓呢也是东胡的一支，鲜卑是另外一支，所以鲜卑人对曹魏也是充满着敬意。崔洪的长子叫崔浩，就是这个人把清河崔氏带入了天堂，也带入了地狱。崔浩是个绝顶聪明之人，他先后辅佐了道武帝拓跋圭、明元帝拓跋简以及光武帝拓跋焘，特别是在拓跋焘执政期间，更是对崔浩信任无比。可以说，当时北魏前期所有重大战略行动的规划都是出自于崔浩之口，比如说攻打柔然，而且很多的重大举措都是崔浩力排众议下实行的，最后都取得了胜利。崔浩的威望日隆，拓跋焘甚至跟自己的臣子们说如果有什么事儿你们觉得委决不下，你们就去问崔浩，他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崔浩此人呢，还善于占卜。有一次呢，拓跋焘的皇宫里跑进来一只兔子，拓跋焘觉得很奇怪，就问崔浩这是怎么回事。崔浩掐指一算，就对皇上说陛下，你不用担心，这个不是坏事。我算了一下，应该是在明年的时候就有人会送美女给陛下。当时这话说完以后呢，拓跋焘也没有在意，没想到就是到了第2年，当时的后秦的皇帝姚兴就给拓跋焘送来了几位蓝眼睛的美女。说起这兔子呀，我不禁要插一句，我呢在我们家后院的外面也看见过几只兔子，最开始的时候只有2只，后来是越来越多。我呢也效法古人，掐指一算，当时呢就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这种感觉之中呢还夹杂着一些痛苦。仔细一看呢，是掐指掐得太狠了，都掐出血了。我当时倒是没有算出来会有美女来，我算的是会有狼来。结果没过多久，卡尤提就来了。卡尤提就是北美郊狼，体型呢跟中型狗差不多大，专门捕杀小动物。最近在我们这里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了。卡尤提来了以后，那些兔子就没了。把崔浩捧到天上的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而把他摔在地上又踩上1万只脚的也是同一个人。拓跋焘最后是下令处死了崔浩，而且还灭了崔氏全族，甚至于包括崔氏的姻亲，比如说当时的范阳卢氏和其他一些大族。
给崔浩行刑的时候，几十名士兵把崔浩围在中间，在他的身上小便。这对于一个中原大族的领袖来说，可以说是奇耻大辱。那么崔浩怎么会落到如此的境地呢？其实这也和他以前的所作所为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刚才说了，北魏很多的重大决策都是崔浩力排众议争取而来的。所谓力排众议，这也就意味着他得罪了很多人。崔浩这人呢，到后来是非常的骄傲，在他眼里只有皇帝，甚至于常年监国的太子都没有放在他的眼里，更别说那些鲜卑的军事贵族了。在太子监国期间，崔浩就把他的族人或一些姻亲安插到了地方担任要职。当时太子是提出反对，认为这些人并没有地方工作经验，而且也不符合正常的官员晋升的途径。这些人这样空降下来，等于就断了很多在基层工作很多年的那些官员的升迁之路。但是崔浩仍然是不予理会，一意孤行。崔浩的理想是想为北魏建立一套像东汉那样的氏族政治体系，所以呢，他建议重新划分氏族的次序，把那些中原大族都排在前面，这样就无疑得罪了鲜卑的那些军事贵族。此外，崔浩信道，他是当时寇天师的高族，在他眼里，佛教是外来的，是邪恶的。而当时的北魏鲜卑贵族大部分信仰的都是佛教，太子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有一次北魏发生内乱，在平息内乱的时候，发现长安城的很多寺院中都藏有着大量的兵器，这就使得拓跋焘大怒，他认为长安的寺庙应该是暗中帮助叛军。这时候崔浩就在旁边煽风点火，建议太武帝关闭全国的寺院，杀死佛门弟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魏太武帝灭佛事件。在历史上实行灭佛行动的有三武一宗。三武呢，指的就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还有唐武宗。一宗指的就是后周世宗柴荣。最后真正把崔浩从天堂拉入地狱的是国史之狱。当时是皇帝拓跋焘让崔浩主持修订一部北魏的国史。崔浩呢曾经问过太武帝，说我能不能照实写？太武帝说没问题，我就喜欢诚实的人。于是崔浩就据实记录北魏的历史，而且还把这些历史刻在了石板之上，立在了道路两侧，供人观看。北魏的那些贵族们看了以后是怒不可遏，因为崔浩把他们北魏在建国之前，在他们还在草原时期，那时候的一些所谓的不雅之事都写入了这部史书中。比如说什么收继婚公公娶了儿媳妇这类的事情呢，都据实记录了下来。那个时候北魏的贵族对这些事情并不当回事，但是现在的他们就像亚当偷食了禁果以后有了羞耻之心，他们已经知道以前的那些事情呢有点辣眼睛，有点不可与他人道，没想到还都让崔浩记下来，而且还刻在了石板上，让万人观看，所以他们就联合起来告崔浩诽谤。这次太武帝并没有再保崔浩，而是把他判了满门抄斩。很多人认为崔浩之死就是源于这个国史之狱，但是也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呢，崔浩之死是有很多原因造成的，就像我刚才说到的那些原因，而国史之狱不过就是一个导火索。崔浩以前的所作所为其实已经注定了后来的结果，而国史之狱不过就似一支破空之箭从远方飞来，射中了崔浩，然后就是一群敌人一拥而上，乱刃分身。所以说人在得意的时候切不可忘形，所谓福兮祸之所以，祸兮福之所伏。射中崔浩的这支破空之箭是迟早要来的。清河崔氏也就这样被从北魏的朝堂中连根拔起。那么是不是说从此以后就不再有清河崔氏了呢？这个自然是不大可能。清河崔氏耕耘了这么多年，可以说是根深叶茂。
在北魏朝廷控制以外的地方，也有另外几支清河崔氏。比如说，在山东的青州，西晋时期就有一支崔氏在那里生根发展。到了西晋末年，有一位叫崔弼的将军，他呢带兵与慕容鲜卑作战失利，后来呢无奈的情况下，他只好远避辽东，就进入了现在的朝鲜半岛。后来随着中原进一步的动乱，很多的崔姓族人都纷纷的去辽东半岛投奔崔弼。这样的话，在朝鲜就发展出了一支崔姓，这也是朝鲜崔姓的起源。另外呢，在崔浩获罪的时候，还有一些崔氏人员呢觉得大事不好，就逃到了东晋，在那里也慢慢的繁衍生息下来，也在东晋的朝廷中做官。后来北魏在太武帝驾崩以后，又经历了2个皇帝。到了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时候，拓跋宏大力的推行汉化，所以他需要很多以前的士族人士来帮助他。这样，当年流亡到东晋那一支的崔光和崔亮2兄弟，经当时在北魏做官的陇西李氏李冲的介绍，为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效力。在这部剧中，我们会看到有很多姓李的人，这些人很大可能都是出自于陇西李氏，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所属的那个陇西李氏。好像剧中女主角崔时宜的父亲就姓李，他应该就是出自于陇西李氏。崔光在剧中呢，好像是叫崔广。在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就是当宣武帝驾崩的时候，小南陈王要进殿去见他哥哥，这时候呢，郭广就把他拦住了，因为当时新皇帝还没有登基，按照惯例，这个时候是不可以进入子宫和内殿的。这件事情在历史上确实是真实发生过的，拦阻的人就是崔光，而被拦阻的人是宣武帝的亲母弟袁怀。宣武帝只有这么一个同母的亲兄弟，在剧中南陈王与宣武帝也是这样的亲兄弟，那么会不会这个袁怀就是南陈王的历史原型呢？怎么说呢？我觉得是也不是。从刚才说的那个情节来看，很明显周生辰指的就是袁怀。但是从我们现在已知的历史资料中，我们找不到袁怀曾经改过姓，曾经说过永不婚娶，永不留嗣，也没有记载说他受剔骨之刑而死。所以剧中这些关于小南陈王的一些最主要的情节，在袁怀身上并没有发生过。不过这位袁怀也让人觉得很奇怪。第一，他是皇帝的亲兄弟，居然在魏书中没有一个单独的别传。在他的哥哥宣武帝执政期间，他一直被软禁在家里头。宣武帝还特别的派几个官员每天给他上课，直到宣武帝驾崩，他才被释放出来。他被关起来的理由也非常奇怪，只是说他生活奢靡。作为一个亲王，生活奢靡一点，这应该不算是什么大错，更不可能被长期的软禁在家里头。受到这样的惩罚，作为一个亲王来说，应该是犯了什么捅破天的大罪。皇帝看在亲情的面子上不杀你，把你软禁在家，这似乎是更符合情理。但是史书上没有告诉我们原因。袁怀的谥号是武穆王，从这个谥号我们就不难看出他应该是有军功的，但是我们也找不到他杀敌立功的相关记载。从其他的一些当时官员的别传中，我们可以发现袁怀在宣武帝死了以后，就与他的另外一个兄弟，就是我们上集提到的胡太后的那位情夫清河王元泽，他们2个人是一同辅佐北魏孝文帝元许，并没有与胡太后发生什么争执。袁怀是在他30多岁的时候去世的。虽然说年龄比较轻，但是北魏的皇室子弟，他们平均的寿命也就是30多岁，所以袁怀并没有拖大家的后腿。袁怀也有儿子，他其中的一个儿子叫元修，后来在高欢把持了朝政以后，被高欢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元修跟高欢玩着玩着就不想再玩下去了，因为他觉得高欢总是把他当作傀儡，他想做一个真正的皇帝。
于是呢，他就离开了高欢，去投奔了他觉得对他忠心耿耿的宇文泰。元修走了，高欢也并不在意，他就拥立了另外一个元姓的子弟做了皇帝。而逃到了宇文泰那里的元修，并没有过上几个月的好日子，就被宇文泰一杯毒酒送上了天。宇文泰又拥立了另外一个元姓子弟叫元宝炬的做了皇帝，这样北魏王朝就从此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所以如果小南陈王的原型是袁怀的话，那么他的儿子最后还是做了皇帝，不过这样的皇帝不做也罢。那么袁怀的历史资料残缺不全的原因，会不会是因为他的儿子元修后来当了皇帝，有条件删改一些他不愿让别人看见的历史？又或者是这部剧的剧作者看了一些我没有看到过的史书，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所以创造了小南陈王这个角色？这些呢，我就不得而知了。关于袁怀这个人物，我要特别感谢一位叫 Kenny 的观众朋友，他在留言中给我提供了线索，我才进一步的去查找有关的资料。谢谢 Kenny。剧中还有一位人物有着确切的历史原型，她就是在剧中金荣的女儿。金荣就是最后逼死了西太后的那个外族的首领，历史上的原型是尔朱荣。她的女儿尔朱氏最早是嫁给了魏孝明帝元许，做了元许的一个嫔。后来胡太后命令所有的宫中妃嫔全部出家。等到他的父亲夺取了大权，又拥立了元子攸做皇帝以后，就又把他的女儿尔朱氏接出了寺庙，立为了元子攸的皇后。剧中没有提到的是，她与元子攸还生有一个儿子。后来她的丈夫元子攸杀死了她的父亲尔朱荣，尔朱荣的族侄后来又囚禁了元子攸，并且当着尔朱氏的面摔死了他的亲生儿子，并且把尔朱氏也囚禁了起来。再后来，尔朱荣属下的大将高欢又击败了尔朱荣的族侄，把尔朱氏释放了出来，并且纳尔朱氏为妃。同时被高欢纳为妃的还有尔朱氏的妹妹，等于是二女共侍一夫。当时的高欢已经有了正妻，就是我们知道的娄昭君，但是这也并不妨碍他对尔朱氏的宠爱。高欢对尔朱氏呢是非常的敬重，他每次见到尔朱氏的时候，一定要素衣整冠，并自称下官。因为他曾经是他父亲尔朱荣手下的将军，所以呢，对他这位上司的女儿特别的尊重。敬重归敬重，素衣整冠归素衣整冠，但是该干的事儿，高欢一点也没有耽误。他与尔朱氏生有2个儿子，这2个孩子肯定不是素衣整冠整出来的。尔朱氏还是一心礼佛，后来高欢就给他修了一个寺庙，让他在寺内出家。等到高欢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就是那位姓高名扬字处圣的那个人，废掉了最后一位东魏的皇帝，自己登基，从此建立了北齐。高阳这个畜生连他的继母也没有放过。这时候的尔朱氏已经出家，而且已经42岁，高阳仍旧想到寺中去非礼他，尔朱氏坚决不从，最后高阳一刀把尔朱氏给杀了。在剧中，尔朱荣的形象非常的一般，但是历史上的尔朱荣肤色白皙，相貌英俊，是一位美男子，所以我猜想他的女儿应该也是一位美女。尔朱氏先后嫁给了3个皇帝，分别是北魏孝明帝元许、孝庄帝元子攸，以及后来被追谥的皇帝高欢，在历史上也算是留下了浓浓的一笔。剧中还有一位人物叫杨绍，是一个4忠4奸的这么一个人物，他没有一个确切的历史原型。不过大家如果把脑洞开得更大一点的话，或许杨绍就是后来的杨忠，而杨忠的儿子叫杨坚，后来的隋文帝。杨忠最早也是跟随着尔朱荣，尔朱荣去世以后，他站队就站到了西魏这边，一直是在独孤信手下做事。
后来也就成了宇文泰下面的柱国大将军。另外，在这部剧中呢，还提到了祝金人，好像是七太后和尔朱荣说，只有铸成了金人，才能够有资格成为储君。铸金人确实是鲜卑族的一个传统，一个习俗。其实呢，就是一种占卜的方式，它是通过能否铸成金人来验证铸金人的这个人是否得到了神明的关照。大多数情况下是用在立皇后的时候，不管这个妃嫔如何的得宠，她如何的贤良淑德，她要想成为皇后，必定要经过铸金人这一关。在北魏的历史上，有很多被皇帝宠信的妃子，就是因为在铸金人这一最后的环节上没有通过，最后没有当成皇后。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那位后秦的皇帝姚兴，后来呢，他把自己的女儿也送给了拓跋嗣当他的妃子。拓跋嗣非常宠爱他，但是最终因为姚氏没有通过铸金人，最后只能做一个妃嫔，而另外一个通过了这个另外一个铸成金人的妃嫔却成了皇后。元子攸最后能够被择定为皇帝，也是因为在与其他几个皇室子弟一起铸造金人的时候，其他的人都失败了，只有元子攸铸造成功。而尔朱荣在大权在握的时候，之所以最终没有称帝，也是因为在铸金人这个环节上，他的运气实在是太糟了。一般只能铸一次，成就成，不成也就没机会了。尔朱荣呢，却是在耍赖，他连铸了4次，最后铸出来的东西说像什么都行，就是不像人。由此，尔朱荣认定自己没有当皇帝的命，所以就放弃了。而后来高阳称帝之前，也是因为铸金人一铸而成，才力排众议，自己登基当了皇帝。那么这个铸金人是怎么铸呢？大概呢，就是工匠们先在浇铸之前，把所有的工序都完成了以后，只留下最后一步浇铸，这时候就由铸造人亲自来实行。因为当时的工艺呢，并没有完全的过关，所以呢，失败的概率还是挺高的。而且因为前面的所有工序都是由人来完成的，所以呢，人为的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这样看起来，铸金人并不仅仅是一个工艺问题，而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当然了，即使是前面的工序一丝不苟的都完成得很好，最后一步也依然可能会出错，这时候就要靠运气了。所以啊，在这里呢，我想提醒喜欢网络购物的有些女性朋友们，经常是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也不管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当时一激动，手一抖就点击购买了，过后呢又后悔的自己想剁手。这样的朋友如果有机会穿越到北魏的话，最好就不要去后宫了，因为手这样容易抖，肯定是做不了皇后的。因为铸不成金人，可能呢还会铸成大错，所以慎之慎之。南北朝时期应该说是氏族政治的巅峰，从那以后进入隋唐，氏族就开始慢慢的走下坡路。之所以这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隋朝开始实行的科举制。在以前政府的选官制度呢，采用的是察举制或者是九品中正制，举荐人非常的重要。而这些举荐人，不管是察举的举荐人，还是九品中正制时的大中正，这些人都是各大氏族的领袖，所以他们所举荐的人大部分也都是氏族中人，或者是姻亲关系的氏族。这就是为什么南北朝时期出现的上品无寒门的原因。而科举制则打破了这种氏族的垄断，挤压了世家大族们的生存空间。上一期节目以后呢，有几位朋友留言，想知道一下科举制到底在考什么。科举制呢，并不是单纯考经史子集，特别是唐朝时期，考的内容还是非常的丰富的。经史子集只是其中的一项，另外还有策论。策论就是根据一个实际的问题，让你发表自己的见解。比如说，在唐朝时期曾经出过这样的考题，大概意思呢，就是现在边关危机，但是呢，百姓呢又不想打仗。
那么就问考生，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应该怎么办？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还是打仗，还是说其他的什么方法？让考生自己发表看法。所以这样的考题就与治国的方略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另外还有一些关于法治建设方面的考题，策论题也不是只有一题，可能有4道题到5道题，分别在不同的方面让你发表看法。经史子集方面呢，唐朝的时候是经常采用贴经的方式去考核，就是从某一本经史子集中抽出一句话，然后盖住前面几个字，也盖住后面几个字，只留下中间的部分，同时又把中间的几个字抠掉，让考生自己填上正确的字。听起来就像现在的填空题，听起来呢好像也并不难，但实际上呢，考官经常是从一些子集的偏僻的地方找出一句话来考你，这句话呢又被掐头去尾，抠去中间，让你填那几个字，实际上是非常的难的，要求你对所有的经史子集都要能做到倒背如流。有很多有才华的诗人，比如说杜甫，最终没有通过科举，我想可能和这个贴经很有关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奇怪，在初唐的时候并没有涌现很多的诗人，大家所知道的不过是初唐4杰。唐朝大部分的诗人都涌现在武则天执政以后，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武则天执政期间增加了诗词歌赋这一项，就是说以前的科举考试是不考诗词歌赋的，从武则天开始增加了这一个项目。科举考试就是全社会的一个定向标，诗词歌赋成了考试的项目之一，这也就引得全社会的人都在吟诗作赋。这也就是武则天执政以后高质量的唐朝诗人大批涌现的原因。除了上面说的几项以外，科举考试还考杂文。杂文呢，实际上就相当于应用文写作。比如说，他可能考你关于什么事情，让你草拟一份圣旨，或者说草拟一份官方的公告，或者记录宫廷中发生的事情。这些文章的实用性非常强，这主要就是为了考察考生的实际工作能力。那么如果说我对经史子集并不精通，但是呢，我有特殊的才能，比如说我懂音乐，或者说我懂工程，我会盖房子，也会有相对应的部门单独考试，招收一些专业的人才。如果有人说他什么都不会，只会吹牛，这也没有关系。大唐帝国的畜牧业也是很需要人的。刚才提到了杜甫，其实杜甫的母亲就是出身于清河崔氏。大家印象中的杜甫呢，总是一副惨兮兮的样子，似乎看起来出身寒微。但实际上的爷爷杜审言是初唐时期著名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高官。杜甫也是出身于京兆杜氏，这是一个和韦氏并列的一个大家族。刚才说杜甫的母亲是出身于清河杨氏，而这位崔夫人的母亲，也就是杜甫的外祖母，姓李，是李世民的儿子纪王李慎的孙女。所以说杜甫身上还有着李氏皇族的血统，是一个妥妥的官二代。除了杜甫以外，我刚才还提到了杨忠，就是杨坚的父亲。杨坚的夫人叫独孤伽罗，他的父亲就是独孤信。独孤信有2位夫人，其中一个就是出身于清河崔氏，而独孤伽罗正是独孤信与崔夫人所生之女。这样算起来，杨坚的岳母杨广的外祖母也是出身于清河崔氏。时至今日，清河崔氏的往日辉煌已成过眼云烟。时至此时，夜色已阑珊。刚才我走出我的这个小工作室，仰望星空，可看到明月当空。这时候不禁让我想起了李白的一句诗：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过往的那些成功失败、荣耀与耻辱，其实在时光面前不过都是一些易碎的东西，而只有这如冰的月光，一如往昔。祝各位朋友中秋节快乐。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咱们下期节目再见。